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et，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来开箱香奈儿的包包，而且一下来开箱2个，都是24A 高级手工坊系列的包。我觉得这一季包包很多都很好看哎，我之前看图片就长草了3个，然后在店里试背了3个，都很喜欢，纠结了半天买了2个回来，那就赶快一起来看一下。我也不知道它们哪个是哪个，2个包装一大一小，一轻一重，那就先来看这个大的吧，看我猜的对不对。是我猜的那只。噔噔，是这款 Hobo Bag， 这个颜色是这一季很好看的一个焦糖色。这个油蜡的羊皮，光泽感超漂亮。Hobo 这个包型Chanel之前就出过，但当时等我长草想要买的时候就已经买不到了，所以这次看到24A 系列又重新推出了这个包型，我就马上把它放到我 wishlist 上第1位。而且这个包也是当时我在 Instagram 还有微信朋友圈发包包试背图片的时候，小伙伴们选的最多的，大家都觉得我买的是这个，看来大家的眼光和我是一致的。这个也确实是当时我试完3个包之后第一个决定肯定要入手的包，它就是一个很随性休闲的款式，随便这样一背就蛮好看的，很简单的一个款式，而且它是这种粗链条穿皮革的设计，也是我之前的 Chanel 包包 collection 里边没有的款式，比较特别一点。它这个是做旧的5金，这个效果还是蛮旧的感觉。它虽然是这种粗链条，但我觉得自重还可以，因为它包包本身也不大，然后这个包本身的重量并不重，所以背上去还可以。那这款有分大号和小号，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大号，我觉得这个小号样子挺好看的，也适合我的身材。然后它的容量也不小啊，我都没看里边是什么样的，当时它里面是布面的。它里面是布面的，这边有一个内袋，然后是 Chanel 的芯片。这个容量日常出门足够了。这个包虽然是羊皮，但它是这种油蜡处理的效果，光泽感很漂亮，而且这种油蜡羊皮是很耐用的。我之前那个 Chanel 31 bag 也是这种皮质的，就很好用，不用担心有划痕。其实这个 Hobo 包我一开始长草的是黑色，毕竟黑色更百搭一些，但在店里看到这个焦糖色就觉得好好看，而且这个焦糖色是配这一季哪个包型都很好看的。当时店里也有黑色 Hobo， 我对比了一下，果断选择这个焦糖色，可能也是和我当天的 outfit 更搭一点，但我觉得这个焦糖色本身很好看，其实也是蛮中性的一个颜色，在夏天搭一些咖啡色、大地色、棕色的衣服可以，更是在秋冬非常好用的一个颜色，它的颜色非常的浓郁。而且我一开始本来也长草这个颜色的医生包，但当时店里医生包只有绿色和紫色，都是不太好驾驭的颜色，所以干脆2合1买了这个焦糖色的 Hobo。我这次在店里主要试了3个包，一个焦糖色的 Hobo， 一个黑色的 Kelly Nano， 还有一个是这一季新出的粗花呢 Classic Flap。我本来还长草医生包，但店里没有我想要的颜色。那个 Kelly Nano 特别是黑色是非常火又很难买的一款包，然后粗花呢的 Classic Flap 也是我一直想入手的包款，然后这一季那个配色和样式我当时看图片就很喜欢，然后看到实物也很好看很精致，所以在这2个包中间我纠结了很久，那最后我选的是哪一个呢？噔噔噔噔，我最后 follow my heart 选的是这一季的这款粗花呢的 Classic Flap， 它的颜色真的好漂亮啊，一个玫紫色，就是浅粉深粉，
玫红，然后还有一些紫色，然后这种格纹的样式我觉得也很好看，它是没有亮片的，我觉得超级美。这个肩带是玫红色的皮穿链条。然后来聊一下我当时在店里纠结的过程。说实话，那款 Kelly Nano 我之前从来没有长草过，它也不在我的 wish list 上。我知道那款包特别是黑色，很多人喜欢，想买又买不到，但我真的对它没有心动过，就是无感。我在去店里之前也没有想过我要买那款，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试一下。我是在试这两个包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试那个 Kelly Nano， 我想说这不是很火很难买的那个包有货哎，那要不然我也试一下。那上身效果确实蛮好的，斜挎的话肩带有一点长，手拎很好看，容量也挺不错的，所以我当时想说这种经典热门的款式被我碰上了，要不然我也买一个。但是这个粗花呢的 CF 又是我发自内心喜欢的一款包，但是一个是很热门，可以说是逐渐经典的一款黑色的包，然后一个是季节款粗花呢，然后是这种明亮的配色，无人问津的款式，就让我有一点纠结。而且这个粗花呢的 Classic Flap 它虽然是布面的，但是它的价格比皮质的那两款包都要高。这款 Hobo 的价格是税前4900美金，那这个 Classic Flap 的税前是5200美金，但它里边是皮质的，里边是很漂亮的玫红色的皮质，然后那个 Hobo 它里边是布面的，所以当时我非常的纠结，我担心我是一时冲动买这个包。那 Sales 给我的建议，2选1的话肯定是买那个 Kelly Nano， 因为那款非常的火。他说你今天要不买，明天再来的话肯定买不到了，就卖光了。但是这个粗花呢这一款，你下周或者你过几天再来，可能还有货，所以还有时间考虑一下它。我想说，有道理。当时我也没有特别的确定，我想说好吧，那要不然就买那个黑色的 Kelly Nano。 然后都已经结完账了，我在等 sales 结账的时候看到另一个女生在试这款包。其实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喜欢这个包，但是看她试那个包的时候我就慌了，我就很怕她把这个包买走，然后我买不到。等 sales 结完账，我第一时间问她帮我看一下这个包你们有多少库存。她查了一下，一共只有2个。当时我马上决定我选这个，那个 Kelly Nano 我再考虑一下。他说你确定吗？我说我确定，这个包如果买不到我会很伤心的。所以最后呢，我就选的这一款。现在看到它我还是非常的喜欢，非常开心。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愉悦要比那个 Kelly Nano 要更强。而且我想即便是之后我改变主意想买 Kelly Nano 那款包，我还是能买到。它最早是去年年底出的，当时很难买，但是这一季我觉得它数量还蛮多的 ，VIC 都已经卖过一轮了，正式向公众发售第一天，店里的货非常多，当时很多人在试那款各种颜色的，我就想说这么多人都喜欢那款，但我就是喜欢这个更特别的这个季节款，而且这么受欢迎的包款 ，Chanel 肯定在接下来的几季会一直推出啊，有钱干嘛不赚呢？而且会推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和材质，所以我总觉得之后那个 Kelly Nano 包我想买的话还会有机会，但是这个粗花呢的季节款如果卖光了就不会再出了。而且我确实觉得 Kelly Nano 那个黑色有点无聊，特别是当我已经有了很多黑色包，很多黑色 Chanel 包包之后，就觉得那个带手柄的一个黑色小包背上身好像和其他的包看上去区别也没有很大。我当时想选黑色主要是为了经典，不会出错，百搭的一个颜色。但是真正选我喜欢的，可能黑白、千鸟格还有玫红色，我觉得都蛮好看的。说回到这个包，这是我第一个粗花呢的 Classic Flap。我之前也长草过一些粗花呢的款式，但实物都没有让我特别心动。这个是真的让我一看到就很喜欢的一款包，就眼睛移不开的那种。这个配色很甜美又亮丽，在冬天背一定很好看。
我已经等不及冬天穿大衣背这只包了，一定非常好看。虽然粗花呢比皮质的还要贵，但这个做工是不是也挺复杂的？而且就是特别小香的一个款式啊！而且黑色皮质有很多山寨 A 货，总不会有人做这种面料的假货吧？所以价格高一点就高一点吧，这样安慰自己。而且这种粗花呢的款式是不是也可以在上面自己别一些胸针啊什么的，有一个 DIY 也蛮特别的。但我不知道自己之后会不会后悔啊，毕竟它是一个粉色的季节款，利用率肯定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的百搭。而且粗花呢的这个面料有它自己的问题，比如说起球啊，可能会勾线啊。但是在当下，我就是非常喜欢它。还有这个肩带的长度，我觉得斜挎的话好像有一丢丢长，但冬天穿比较厚的衣服应该也还好。那我在意大利试香奈儿包的时候，我觉得链条有点长 ，sales 就说他们可以免费送调节链条长度的那个调节扣，虽然和我在淘宝上买的长得一样吧，但是是免费的。我听说中国好像也送，但我在美国提出这个问题 ，sales 就说你可以自己在里面绕一下或者系一下，就没有调节扣可以送。那我自己有一个，回头我试一下效果怎么样。这就是我这一季入手的2个香奈儿包包了。我发现今年我又回到了香奈儿的大坑，虽然价格一路上涨，但确实有我喜欢的款式，而且买起来可比爱马仕省心多了。那这一季你们有没有买到心仪的款式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今天这支视频就到这儿，希望你喜欢这支视频，给我点个赞，然后也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